五胡十六国时期著名的永嘉之乱是如何发生的？此后，西晋正式灭亡。那么，东晋是如何建立的？一关南渡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五胡乱华之西晋灭亡及一关南渡。311年，即刘聪继位的第2年，他派遣呼延晏率领27000人进攻洛阳，同时让刘耀和石勒引军与其会合。呼延晏率军到达后，便对洛阳城发起攻击，焚烧了东阳门和宣阳门。由于石勒等人尚未到达，他只能从东阳门撤出，并焚毁了洛水之上晋怀帝准备逃跑所用的船只。不久，石勒等人率军到达，与呼延晏合兵攻打洛阳。很快，他们就攻破宣阳门，进入了洛阳城。匈奴的士兵们烧杀抢掠，将皇宫内的宫女和珍宝抢掠一空。刘耀则大开杀戒，斩杀了官员和宗室3万多人。晋怀帝见状，准备从华林园出逃，却被匈奴的士兵追上后给囚禁了起来。之后，刘耀等人焚烧洛阳城的宫殿和庙宇后，将晋怀帝和文武百官以及传国玉玺一起送往了平阳。刘聪非常高兴，将司马炽封为平阿公，之后又改封为会稽郡公。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永嘉之乱。312年，镇守襄国的大将石勒给刘聪上表，准备去攻打幽州的王浚，刘聪便让他都督冀幽并营4州杂役。石勒率军到达幽州后，俘虏了鲜卑的将领段莫卑。之后，他派遣使者向段部鲜卑的首领段吉入卷求和，并结为异姓兄弟。随着段部鲜卑的退兵，王浚的实力被大幅削弱。王浚所任命的青州刺史伯胜也归降了石勒，青州便归附于汉赵政权。接着，一直支持王浚的乌桓人也背叛王浚，投靠了石勒。刘聪非常高兴，封石勒为征东大将军。314年，石勒进攻王浚，大军到达博任县的时候，他利用王浚和刘琨的积怨，写信向刘琨请和，声称要为他消灭王浚。之后，他率军前往蓟县，刘琨果然没有出兵支援，王浚战败之后被俘。石勒回到襄国后，将王浚的首级送给刘聪，刘聪大喜，任命石勒为东单于。313年正月，刘聪与大臣们举行宴会的时候，让晋怀帝身穿青衣，为众人行酒。晋朝的旧臣们无法忍住心中的悲愤，嚎啕大哭，令刘聪大为不满。不久之后，刘聪便下令杀害了晋怀帝司马炽以及10多位晋朝的旧臣。消息传到长安，大臣们拥立皇太子司马邺即位，即晋闵帝。刘聪得知后，派遣刘耀等人多次率军攻打长安，但均未取胜。316年，石勒率军攻打滨州的刘琨，刘琨战败后逃往了辽西。同年11月，刘耀再次率军围困长安，长安城里内外断绝，兵疲粮竭，山穷水尽的晋闵帝死守了2个月之后，只能被迫出城投降，被送往了平阳。刘聪封其为淮安侯。不久之后，刘聪让晋闵帝为众人行酒，晋朝的旧臣依旧哭泣，刘聪便杀害了晋闵帝。至此，西晋王朝彻底灭亡。317年2月，司马睿在建业称帝，东晋建立。那么，司马睿是如何到达建业的？一关南渡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，琅琊王司马晋之子。15岁时，父亲去世，司马睿便承袭了琅琊王的爵位。在洛阳为官之时，他结识了琅琊王氏的王导，在王导的劝说下，他返回了自己的封国。八王之乱时，他依附于东海王司马越，被任命为平东将军，兼徐州诸军事，留守下邳。307年7月，司马睿被任命为安东将军，都督扬州之江南诸军事，来到了建业。东吴被西晋灭亡后，南方的士族长期被西晋朝廷排斥，对北人颇有敌意。王导便亲自造访南方的士族领袖，得到他们的认可后，吴人便望风顺附，百姓归心。随着东晋政权的日益稳固，大量的中原汉族臣民便陆续离开匈奴人的控制区域，渡过长江之后，在江南定居，促使文化和经济中心向南转移。由于南迁的汉人依然保留着中原的文化和服饰，这个过程便被称之为一关南渡。这是中原的政权和文明首次南迁，
据统计，在五胡十六国期间，陆续南迁的汉人高达100万之众。特别是世家大族的南迁，将中原文化以及大量的财富带入江南，而势力微弱的东晋朝廷刚好需要世家大族的加持，便将部分大权交给了他们。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，以及龙亢桓氏和颍川宇氏便先后掌权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门阀政治。那么，刘聪病逝后，刘粲是如何迎娶太后的妹妹为皇后，并与太后淫乱的？汉赵政权的都城为何会迁往长安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